我因为拜金谈的有钱男友破产一个换一个，周家太子爷不信邪，主动找上我，听说跟你谈恋爱能破产。我点头，无一例外。他冷笑一声，那咱俩谈。我叹了口气，又来一个不信邪的，那你先等等吧。我说我现在谈的还没破产。正文开始，周巡在我旁边一根接着一根抽烟，我默默把自己的爱马仕包抱在怀里。怎么？他睨我一眼，怕烟灰把我的包烫了。我如实开口，他嗤笑，这有什么？大不了多赔你几只。我在心里嘀咕，这可是我前任当初给我带的限量款，全球就没几只。周巡又问了一遍，真的能破产？我有些不耐了，千真万确，有哪一个失手过？你窃取他们的商业机密？他挑了下眉，我有那么大能耐，还能当商业间谍？周巡上下扫了我一眼，行，那咱俩谈。我愣住，正好手机信息提示音一直在响，我划开手机，是我现任男友发的，宿主不可以脚踏两条船，系统及时提醒我。我抱歉地对周巡道，我现在谈的还没破产，要不你等等。周巡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我手中，他语气淡淡，许云宙不会破产的。我摩挲着手中的黑卡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许云宙是我现任男友，家大业大，家族之内更是盘根错节，大厦不会一夜之间突然崩塌。可惜我有挂。我收下黑卡，露出酒窝。半个月，没等他开口，我踩着小高跟转身就走。接下来要到我的亲男友那儿了。许云宙，我笑意盈盈地推开包厢的门，看清了里面的人，立马关上。我在心里尖叫，系统，那谁怎么在里面？这不还没到他重新崛起的剧情点吗？系统是没到，他在和许云宙谈合作，想让许云宙帮助他。那许云宙把我喊过来干嘛？系统沉默。我调整好呼吸，重新推开门，走进去，关上门，转身坐到许云宙身边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许云宙揽过我的腰，朝那男人笑道，我女朋友不用介绍了吧？我僵硬住，只盯着自己的膝盖，假装不知道那道投过来的沉沉的视线。不用。低沉的声音砸到我心里，我不由有些心虚。圆，许云宙道，沈先生有一个项目需要我的帮助，你觉得呢？他说着，力气加得更重，我被迫紧紧贴在他怀里。我低声细语，我又不懂你们商业上的事，给不了什么有用的建议。许云宙意味不明地低笑一声，你只需告诉我，你希望我帮沈先生吗？我咬牙，这不为难我吗？带着我来羞辱我的前男友，顺便探探我的心思，还真是许云宙干得出来的事。不许不回答，不许模棱两可，希望还是不希望？许云宙掐住我的脸颊，语气和动作都很轻柔，但眸底毫无情绪。半晌后，我扬起一个笑脸，不希望。沈先生作为我的前男友，要是东山再起了，不得狠狠报复我吗？毕竟我可是见他破产就踹了他的拜金女。许云宙满意的在我额头落下一吻，你担心什么？我自然会保护好你。我乖巧顺从的倚在他怀中，心中冷笑，保护好我？风水轮流转，半个月后就转到你了，许大少爷。我心里吐槽着，恰好跟沈从规对视上，他目光不偏不倚，没有愤怒、屈辱等任何情绪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。倒是我心虚的先移开视线，但许云宙还是帮了沈从规，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居高临下。许大少爷自视甚高，不信我克男友的传闻，更看不上被我克到了的前男友，哪怕我前男友先前跟他在同个圈子。许云宙给我发消息，那条什么蓝的项链我拍下来了，我立刻给他发了好几个亲亲的表情包，谢谢宝宝，宝宝亲亲，喊声老公听听。我轻咳几声，捏着嗓子嗲声嗲气的发了条语音过去，谢谢老公，许云宙最好了。许云宙没有再回，但我知道他现在心里爽死了，他就吃这套。他知道我喜欢钱，所以他毫不掩饰地展示着他的财力。可惜了，马上就要没了。系统声音出现，距离剧情关键节点还有一天。剧情关键节点就是我的前男友，第一个被我甩了的男人，回到辉煌的日子。他被我甩了后，在星级酒店打工，结果被自己的外公外婆找到。原本他母亲与外公外婆已然断绝了关系，但母亲逝世，外公外婆家又没继承人，便把他找了回去，从一家有钱人变成了另一家有钱人。由于有了资金支持，他自己新创建的公司如日中天，俨然成了临城新贵。我咽了口水，系统，你说啊，许云宙还没破产，如果我前男友找过来报复我，许云宙会保护我吗？系统，明天许云宙就会见到他的白月光。言外之意，不一定。我暗骂，真老套的剧情。但许云宙不会和你分手，只是会心思游荡，等到他破产，你把他甩了，他才会真正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我绝望的闭眼，我有啥真面目啊？我的真面目就是拜金女，大家不都很清楚吗？那人家破产了，没钱了，我踹了人家，不是很正常？一个两个跟大情种似的，像被我伤了多深。第二日，我到了宴会厅，但没找到许云宙。系统，他正在见白月光。我了然，正好看到下一个目标。我上前拍了拍周巡的肩膀，周巡一身灰色西装，顶端没扣的衬衫露出锁骨，松散懒淡。他鼻梁高挺，眼尾一处红痣，增添了几分性感。许云宙和另外一个女的在一起，我带你去。周巡侧头看我，我摇头。周巡饶有兴味，是因为他快破产了，懒得管他了。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，你不相信跟我谈恋爱能破产？许云宙就是听了这个传言，才对我产生了兴趣。他不可一世惯了，完全不相信破产这一传闻。周巡轻嗤，不信，但我希望你这个能力是真的。我张了张嘴，我也算你的准男朋友了吧？周巡问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周巡就环过我肩，我还没来得及挣脱，就看见许云宙和他的白月光并肩走来。许云宙脸色阴沉下来，把手放下。周巡环得更紧了，他笑得肆意。我跟你女朋友一见如故，聊聊天怎么了？我咬牙切齿，小声说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周巡耸肩，学我把声音放得很轻。你不是说他快破产了？那也……许云宙拽着我手腕，大力把我扯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话筒的连接音，现场自动慢慢安静下来。一位年迈的老人拿着话筒稳步上台，
感谢各位莅临这场宴会，我在这里想为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个人，不过想必大家也都认识，我的孙子叶林。叶家倒了，叶林也就从外孙变成孙子了，不过他外祖父也没让他改名。一阵惊呼和抽泣的声音，所有人都没想到，除了我有系统。不过3秒，我就受到许多看到我这里来的视线，有看好戏的、好奇的、幸灾乐祸的。叶林身形颀长，身姿挺拔，他一步步走上去，接过话筒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叶林。”他嘴角带着浅浅的笑，气质没变，依旧温润如玉。直到我跟他四目相对，没有恨意呀、厌恶什么的，他笑容没变，甚至加深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系统，我放心了，叶林是体面人，谁报复我他都不会报复我的。我的眼睛被温热的掌心附上，许云宙在我耳边语气冰凉：“好看吗？”我不好看，我刚刚在看灯光，灯光太刺眼了，刺眼还看？许云宙声音愈发的凉了。你说的对，不看了。他轻笑，我要是真破产了，第一个弄你，宝贝。我面无表情。系统，这就是叶林的典型反面代表。不一定，系统言简意赅。什么不一定？叶林不一定，还是许云宙不一定？等等，剧情提前了，许云宙破产了。系统向来无波的机械音里难得有一丝震惊。啥？许云宙另一只手接了电话，随后他附在我眼上的手立即收回。我缓缓合上眼，消息传得很快，其他人显然也收到了消息。许云宙的白月光在一边焦急地说：“没事吧，阿宙？你现在要回公司吗？你别着急，我陪你一起。”周巡突然喊了声我的名字，情绪不明。池原，系统此刻也出了声：“你需要跟许云宙提分手了。”我一鼓作气上前一步，睁眼就看到许云宙盯着我，他似乎预料到我要做什么。他勾了勾唇，寡淡又轻了：“许云宙。”我轻声，然后第3次说出那句话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这边的动静吸引到叶林，他不紧不慢地迈着步伐走来，温声道：“怎么啦？”“好样的，池原。”许云宙声音像淬了毒，他往前一步。周巡侧身挡在我身前，许云宙停住，他扯了扯唇，来回在我和周巡之间扫视。我倏然想起，有个晚上，我穿着许云宙给我买的高定裙子，在落地窗前拍视频，他漫不经心地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看我。我转头看他时，不小心也把他拍入了镜。我愣住，许云宙不喜欢被拍，但那次他没让我删掉视频，只是说：“过来。”我走过去，他一把将我拽进他怀中，我仰着头承受他不算温柔的攻势和索取。圆圆，淡淡的血腥味在唇齿间蔓延。许云宙似笑非笑道：“要是被我抓到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先把你奸夫杀了，再把你抓了。”我环住他脖子，然后呢？然后折磨你呀。许云宙笑着与我耳鬓厮磨，我不动声色地低下眼帘。那天的白天，我逛奢侈品店时，看见了拿着策划案四处奔波的沈从圭，他还是以前那样稳重的模样，只不过眉眼间多了些倦意。而我肩上挎着的，还是他给我买的爱马仕限量款包。我从许云宙的卡上花了20万，侧面让人转交给沈从圭。20万就是几个奢侈品的钱，许云宙不会过问。可看这样子，许云宙似乎知道了些什么，但他没直白地说，我也就装作不知道。我飘远的思绪被一道视线打断，我径直抬头朝那道视线追去，直生生地撞入了一双琥珀色的眼眸中。叶林丝毫没有被逮到的窘迫，他笑了笑，仿佛回到了我和他的恋爱时期。他还把我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着，细心又温柔。跟我走，池原。许云宙字字分明。我摇摇头，你没钱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着你？周巡赞同的点头。现在池原的男朋友是我。我颇为震惊地看了眼周巡，他跟他家里有仇吗？对破产这么迫不及待？许云宙没有动，黑眸如沉沉死水，没有波澜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也不敢得罪许云宙太狠，他可比其他几位疯多了，不然等他回来的日子就是我的死期。我放软了语气，你也知道我就是喜欢钱，你没有钱了，我还怎么跟着你啊？许云宙吐出一口气，他的白月光焦急地拽住他的衣角，先回去吧。阿宙，别跟这种女人浪费时间了，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会让我爸妈帮你的。此话一出，高下立见，一心一意只图钱的拜金女和一心一意只爱你的坚韧小白花富家女，任谁都知道选谁。我扯出笑容，朝许云宙挥了挥手，许少爷，祝你东山再起哦。他的白月光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拉着许云宙走了。我看不见许云宙的神情，他侧了过去，面容在灯光的阴影处被阴影笼罩。旁人都认为我刚刚那句话在讽刺许云宙，可我知道这不是讽刺，而是一句大大的实话。他们都会破产，但破产完又会回到从前，甚至比从前更加鼎盛的状态。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用我的无情使他们成长，经历一次破产的失败，他们才能更上一层楼。什么破剧情？我又暗暗在心里骂了一遍。最后我收回看许云宙背影的目光，不顾其他人鄙夷的眼神，从从容容地挽住周巡的胳膊。男朋友你好啊。周巡扬眉，行，女朋友。一边有人提醒，周少跟这个扫把星在一起会家门不幸的。周巡没有正面回答，他看向叶林，笑容懒散。他说的对吗？叶总。叶林唇角是得体的弧度，他道：喜欢又怎么会在乎幸还是不幸？他的意思是，如果周巡是真的喜欢我，就不要在意这些流言蜚语。我感动地想，不愧是初恋，简直是大好人，以德报怨的典范啊。叶林一点都不在乎这些谣言，系统没有感情地打断我内心的慨叹，那些不是谣言，就是事实。跟我谈恋爱会破产。我无语凝噎，非要在我难得感动一次的时候泼盆冷水下来。周巡啧了一声，是吗？这2个字说完，周巡臂弯勾住我的腰，带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只有一道存在感极强的视线一直跟随着我，直到我坐上周巡的车。周巡问，什么时候能破产？我无奈，这我也不清楚啊，不过肯定会就是了，不过时间的问题。毕竟许多件事，比如周巡主动找到了我，我提前见到沈从圭，许云宙提前破产，这些都偏离了原先的剧情轨道，系统也弄不清接下来的剧情会不会再发生什么巨大变化。我自然也不敢给周巡做太确切的保证。我好奇地问，周巡，你家里人对你不好吗？
周巡发动了跑车，没搭理我。系统提醒我，2号人物沈从规即将回归。我思索片刻，在许云宙的帮助下，他成功了。系统解释，与许云宙无本质关系，无论如何，沈从规都会成功的。确实，这就是剧情和主角光环的强大。沈从规也是个体面人，我倒不怎么担心，就怕许云宙回来，许大少爷才是大麻烦呢。我悠悠在心里跟系统交流。沈从规，人如其名，循规蹈矩。我怀疑他做过唯一出格的事，就是跟我这个恶毒势利的女人在一起。叶琳和沈从规之前是合作伙伴，我作为叶琳女朋友被叶琳介绍给他时，他还很客气克制。直到后来叶琳破产，我把目标投向他。刚开始，沈从规一口一个赤小姐请自重，我次次找他，次次被他拒之门外，最后还不是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之下。哎，主要怪我的手段太高明了，让这么沉稳谨慎的男人也为我沦陷。系统，别自恋了，周巡刚刚跟你说话呢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咋了？周巡皱起眉头，车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了，你别动，我下去看看。这虽是一条小道，但也在市中心，不至于有什么危险。我应了一声，拿出手机开始刷。忽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我刚抬眼，副驾驶的车门就被拉开，蒙眼捂口鼻，一连串行云流水。昏迷前我咬碎了牙，真够嚣张的呀！到底是谁？意识迷迷糊糊，脑子像浆糊一样混乱，也不知昏迷了多久。等稍微清醒了点后，我尝试着活动，浑身上下却提不起一点力气。我睫毛颤了颤，感受到灯的亮光。我上半张脸被一只手贴心的盖住，防止我眼睛突然看见光而被伤到。同样的动作，这个动作的主人比许云宙要温柔得多。我不敢置信地划过一个念头，圆圆响起的声音彻底打破了我最后一丝希望，也成功地打了我之前在系统前笃定万分的脸。那是叶琳平静的声音，声音比起从前平静到我心悸。暴风雨来前的宁静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剧情完全不受我的控制了。哥哥，我忍不住抖了下，这是我以前跟叶琳撒娇最喜欢喊的称呼。你的哥哥太多了，圆圆。叶琳喟叹，她似乎是隔着手掌在我眉心落下一吻。我总感觉叶琳不太对劲，所以赶忙投诚。不多，他们都是我生命的过客。叶琳顿了顿，我只对你是真心的，哥哥。我努力把声音放软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适时的示弱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叶琳轻轻一笑，对我真心还是对钱真心？我张了张嘴，还是讪讪闭上。我摸索着想要抱住叶琳，哥哥，你想我了吗？叶琳推开了我，她软硬不吃，骗子。她这2个字说得极冷。她居高临下，一只手还盖着我的眼睛，阻隔住我的视线，另一只手则放到了我的颈脖处。我颤着手摸到了她在我脖子上的那只手。咱不冲动啊。叶琳语气很平和，你在害怕我？这不废话吗？谁被绑了不害怕？而且绑我的还是曾经被我辜负过的人。系统，我气若游丝，怎么办啊？叶琳要是不放我走，周巡那边的任务我咋完成？我还答应周巡一定会让他家破产的呢。系统在我身上装了个被动技能，只要跟我有了情感瓜葛，接触时间够长，接触情感够深，就会自动沾染上厄运，从而破产。跟我分手后，沾染上的厄运则自动消除。所以其实说我是扫把星也不为过。而我身上的厄运只能传给别人一次，只要那个人沾染一次后，后来厄运对他就不生效了。就比如现在，要是叶琳真的囚禁我个几年，他也不会再次破产了。系统迟疑的声音响起，要不你求求他？我觉得他人还挺好的，万一通情达理呢？求叶琳让我离开，然后去找周巡，跟周巡谈恋爱。我彻底炸毛，他要是通情达理，会在市中心就把我劫走。他怎么敢的？他要是真的通情达理，就应该跟我相忘于江湖。或许是我面部有些狰狞，叶琳放下遮住我眼睛的手，我眯着眼睛，逐渐适应亮光。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如同响雷，炸在我耳边。他们都在找你。他们2个还是3个？都有谁？像是听到我心中惊恐的疑惑，叶琳体贴回答：许云宙只破产了2日，我差点昏厥。沈从规的公司也开起来了。叶琳好奇地问：你喊沈从规也喊哥哥？不，我生无可恋，只喊你哥哥，喊沈从规老公。他喜欢听这个，是吗？叶琳指尖勾起我的头发把玩，只字不提要放我离开的事。我冷汗津津，这才发现我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了解过叶琳。我太惯着你了，圆圆，这才让你一脚把我踹开，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他人的怀抱。叶琳和当初一样，轻柔地从我的耳际往下一路亲吻到我的锁骨。周巡也在找你，你得尽快到他身边，防止剧情长时间暂停导致崩坏。系统提醒。我心如死灰，你看这样，我像是能走掉的样子吗？系统缄默，但我等不起了，眼角盈出一滴泪水。叶琳停下动作，哥哥，如果我说我都是无可奈何呢？叶琳看着我，我转头轻轻地贴住他薄唇，蜻蜓一吻。我真的有重要的事要去做，你放我离开好不好？我以为叶琳会追问到底，但她只是悠悠叹了口气，将我抱在怀里，指腹拭去我的泪水。她低声问：圆圆，你有像我珍惜你那样珍惜我吗？我有一点迷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叶琳会问出这个问题。她应当比我清楚，如果我真的爱她珍惜她，就不会在她破产时抽身离去，一句安慰关心也没有。我动了动唇，我想会的，以后我不想骗她，但我也不想太伤她的心了。如果我能完成任务，我或许也会尝试一下喜欢上别人。我被叶琳送了出来，她关我的地方在一个很偏僻的别墅区。我离开前，叶琳垂眸，圆圆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点点头，弯了弯唇，哥哥再见。然后我去找了周巡。周巡靠在海边的一处围栏上，嘴里咬着根烟，但没点燃。风吹得他头发凌乱，勾勒出棱角分明的侧脸。他没问我怎么消失又出现。我立于他身边，安静地听着海水的声音。我说：你家破产了后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做我喜欢做的事，他们破产跟我没关系。周巡勾了下唇。雕刻吗？我问。周巡怔住。你记起来了？什么？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有次许云宙带我参加晚宴，
我觉得周巡眼熟，多看了几眼。许云宙懒洋洋地介绍，周家的独子不乐意继承家业，非要弄什么雕刻。我哦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没什么。周巡摸出打火机，想点烟，但几秒后又放下，他们不同意。要是破产了，他们就管不到我了。我颇为震撼，大孝子啊！周巡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说，我也没有多问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眼尾挑起，那现在我们算男女朋友了？算啊。我熟练地牵起他的手，海边的风夹杂着淡淡的咸味拂面而来，我有一瞬的恍惚。很快，这难得的氛围被一道不友善，甚至可以说是来势汹汹的声音打散。哟，都是老熟人啊，这就找来了。我表情一僵，缓缓看向来人。许云宙双手插在风衣的口袋中，立于距我5米处。他半张脸隐匿在黑暗中看不清，我的心脏无故地抖了下。见我没有动作，许云宙上前一步，暖黄色的路灯映在他脸上，但他幽沉的眸色却一点不见暖意，比夜色还要寒凉几分。驰援，滚过来！许云宙冷冷开口。我一动不动，没撒开周巡的手。周巡斥道：“我现在是他的男朋友。”他抬了抬下颚，泰然自若。怎么，你要插足我们的感情啊？许云宙面色更加阴鸷。周巡压根不懂见好就收，他继续：“许云宙，听哥们一句劝，别当小三啊！我现在只期盼着叶林暗中派了保镖监视着我，不然我真怕被许云宙强行抓走泄愤。”许云宙舌尖顶了下腮帮，出乎意料的还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哥们，你马上要破产了。许云宙黑眸所向我，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过来。我转头看向周巡，周巡垂下眼帘，鸦羽长睫头落暗影，和我对视。他以为我动摇了，他手微微动了下，似乎是主动松开了我的手。我反过来牵紧他，对许云宙说：“不要。”许云宙眉眼也掺上冷意。驰援，他要是破产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笑了笑，语气轻飘飘的：“叶林、沈从圭，还有你，我都捞到了不少油水，也不愁活得不自在吧？”随后我字字分明，语气坚定：“我就是爱上了周巡，怎么样？他要是破产了，我就陪着他。”周巡牵住我的手紧了紧。许云宙怔了下，他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决绝。空气一时之住，这就是你说的无可奈何？叶林的声音淡淡响起。显然这个场面已经不是我能控制住的了。我往周巡身后躲了躲，小声道：“带我走，好不好？”周巡微微弯腰，一手顾住我的腰，一手从我腿弯穿去，轻松地将我公主抱起。我将脸埋在周巡胸口，不看其他人，速速逃离战场。周巡步伐停住，不知道被谁拦了下来。许云宙嗓音微哑：“那你之前说爱我，都是骗我的。”我心脏漏了一拍，闷闷地嗯了一声。叶林没有再出声，如我所愿，成功地逃离了战场。我把玩着周巡修长的手，一想到他家中那么多栩栩如生的雕像都是这只手的作品，就觉得很神奇。我还参观了他的画室，还有琴房，叹为观止，这是真艺术家，怪不得他不在乎家里破产呢。他家就算真的破产了，他也能过得很好。周巡家里有很多国外杂志，我翻了翻，几乎每本都有他，或是介绍，或是获奖，或是采访。就这样，你爸妈还不同意？我不解，他们希望我能继承家业。周巡道：“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吗？真的很喜欢我？”周巡反过来捏住我的指尖，我从善如流的点头，特别喜欢。不信？周巡懒懒地掰过我的脸颊，除非你亲我一口。我顿了顿，身子前倾，但是周巡避开了。他突然问：“你担心被他们报复吗？”我诚实道：“担心。我给你买飞国外的机票。”他划开手机查看机票，我睁大眼睛，可行是可行，但也不用这么着急，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3个小时后的飞机，我现在送你去机场。啊！我猛圈。我坐上周巡的跑车的时候，人还是懵的。我试图劝说他，不急不急，为啥突然给我订机票？周巡没回答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要不相信他一回试试。市区到机场的路途不算近，等到了机场就已经可以去头等舱的候机厅里候机了。周巡也买了自己的票，他陪我一起候机。登机前的最后10分钟，我听到系统的提示音：4号人物周巡已破产。我猛地抬头抓住周巡的手，他似乎已经了然，不紧不慢地握住我的手。我不可置信，怎么就这么破产了？系统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周氏的破产跟你没关系，周巡自己把周氏弄垮了，但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，所以你可以执行最后一步任务了。我望着周巡的眼睛，一时不知怎么开口，反倒是周巡扯唇笑了下，说吧，我们分手吧。然后呢？我的名字周巡。我艰难地吐出这2个字。任务完成，灵魂归位，您消失的记忆在您方便时会传回给您。系统顿了顿，祝您日后生活顺利，再见。说完，我的脑海中再也没有系统的声音出现。照顾好自己。周巡没有要跟我一起登机的意思，他要留下来处理事情，直到我坐上飞机飞往另一个大洋时，才不真切地感受到任务真的完成了，太顺利了吧。我原先出了一场车祸，魂魄都被撞飞了出来，是系统找到我说可以暂且帮我把灵魂安回去，只有我完成任务，魂魄才能彻底回归本体。为了活下来，我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务。坐在头等舱里，脑中迅速飘过我为了任务费尽心思的这些年。再往前的记忆，就是系统说的为了让我能够顺利完成任务，帮我封存了的那段记忆。我朋友用胳膊肘顶了顶我，看，周巡。我顺着他的目光抬头看去，看到一个染着白毛，耳朵上戴着好几个耳钉的少年，他2指间夹着点燃的烟，懒懒散散地靠在天台的栏杆上。朋友悄悄说：“你看他的手腕还有脖子，全是疤痕。”我惊讶：“为什么呀？”他在课上叼东西，被老师发现了，告诉他家长了呗。据说他爸妈气死了，当着老师面就打他，有必要吗？我不理解的皱眉：“你不清楚了吧？他是周家的独子，他家那么大产业，他不继承谁继承？用他爸妈的话来说，就是他不务正业。你也不想想，他家要是没钱没势力，他凭啥染个白毛还没被处分？”朋友说的头头是道。好吧，我收起了内心的同情，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。我妈在生我时难产，我爸酗酒赌博，天崩开局。
没闲情逸致操心有钱人。直到有次我撞见周巡想跳楼，拽住了他的手腕，周巡没有表情，松开。我摸了摸，你别在这个地方跳，我教室在1楼，就在你要跳的这个位置。想想还挺恐怖的，要不你换栋楼呢？周巡冷笑，不换，你咋不回家跳呢？别墅跳不死，那可以去其他地方，你在这跳，不是给学校找麻烦吗？我就喜欢给别人找麻烦。他挣开我的手，等等，我喊住他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那你跳楼前再想办法搞点钱给我呗，我快没钱上学了。周巡终于正眼看我，我真诚地看着他，真缺，饭都要吃不饱了。周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穷的人，我也是真的无语了。然后周巡暂且搁置了跳楼计划，跟我去看了看我住的破旧的房子。周巡相信了，但是他说我也没有钱，我破房了。你不是大少爷吗？我吃饭得从饭卡里刷。我憋了半天，要不你就当死钱给这个世界做点贡献，带我跟你一起吃。你刷2顿，1顿给我。你爸妈问你就说你饭量大了。行，可能周巡也没见过我这么不要脸的人，但我能吃饱了，吃的还贼好，都是荤，我就非常满意了。后来跟周巡稍微熟了点，我才知道他爸妈控制欲很强。周巡把他雕刻的小人给我看，我赞叹，我爸妈觉得幼稚。他说周巡把他画的风景给我看，我赞叹，我爸妈觉得我太闲了。他说周巡在学校音乐房里弹钢琴给我听，拉小提琴给我听，弹吉他给我听，吹口琴给我听，我赞叹。然后我抢答，你爸妈觉得没必要，太花里胡哨。周巡摇头，他们都砸了，怪不得周巡只能用学校的音乐房。再后来周巡的奶奶去世了，这是他唯一在乎的家人。周巡神情没有波澜，只说了这么2句，他们怪奶奶教会了我雕刻，明明这么有钱，却不愿意救自己的亲人。我愣在原地，这一刻我彻底明白，周巡父母是真变态啊。我以为我常年酗酒赌博，不给我交学费还问我要钱的父亲就已经够恶心了，没想到人外有人。过了几个月后，我的存在被周巡父母发现，他们气急，让周巡跟我断了联系。但周巡一直都很有种，他说不可能。周巡父母说那如果出意外了呢？比如车祸。周巡说职员死了他也不活了。周巡父母说行，那你先死。我勒个六亲不认啊，这一家人都有病吧？怪不得周巡这么厌世。后来有辆车飞奔而来，周巡把我护在身后。言情小说看多了吧？我一把推开他，然后我被车撞了。其实刚推开他我就后悔了，万一我能自己跑开呢？都怪这下意识的动作。但是被撞都被撞了，就这样吧。昏过去前1秒，我艰难地对周巡说，那啥，就当我蹭了你这么多饭的报酬了，别再自杀了。你要是有钱，就多花点钱抢救我。周巡脸上难得出现了除了面瘫的其他神情，悲痛和绝望。我还没来得及欣赏半秒就晕了。回忆结束，怪不得系统当时说怕影响我完成任务，就把这段记忆给抹去了。原来是任务目标里有个老熟人。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想，所以周巡一直知道我有任务在身。是的，突如其来的系统机械音吓了我一跳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我问。1日是你的系统，终身是你的系统。我感动。好系统，主要是其他宿主那里太无聊了，我来找你聊聊天。我问出心里的疑问。那周巡怎么知道我的任务的？猜的，系统说。还真被他给猜到了。我叹了口气。你还会回去吗？系统问。我转头往外望去，云海茫茫，波涛翻滚，飞机穿梭在云海之中，匀速前行。会的。我轻声。番外1，叶林，宿主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倾盆大雨，而我一把伞没带，只能躲在一旁的便利店中。听过一句话吗？装猫装老虎，装被雨淋湿的小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就在看到黑车影子的那一瞬间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。大雨噼里啪啦地打在我身上，瞬间将我的衣服浸透。我右脚绊到左脚，狼狈地摔倒在车前。司机按着喇叭，把我吓了一哆嗦。我眼睛被雨淋得睁不开，直到感受到有人撑着伞站到我面前，挡住了大雨。我可怜兮兮地仰头。男人低廉，他温和地问：需要帮忙吗？我难堪地摇头。对不起，我本来想冒雨回家的，没想到摔倒了。叶林蹲下。是司机开车太快，吓到你了。有没有受伤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适时疼地倒吸一口气，脸色苍白，露出红肿的脚腕。叶林回头看了眼，司机立刻下车，扶着我起身，坐进副驾驶。系统吐槽：你这也太拙劣了吧，这种把戏人家不知道见过多少了。我心里翻了个白眼，但是叶林绅士啊，不会把我丢在路边。成功坐定后，我怯怯地望了眼司机的方向。叶林了然地摁下按钮，让隔板升起，眼泪一滴一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。叶先生，你知道我？叶林挑了下眉，眸底却没有惊讶之色。我母亲重病，实在没有钱了。我听说您最近在招助理，但是我学历不够，本来我都放弃了，却在这里碰到您。我哽咽地说着，雨水粘在我身上，越来越冷，身体有些发抖。如果您觉得我做得不好，可以随时开了我。就这样，我留在了叶林身边。他给我开了高额工资，然后我去买了奢侈品包，结果当场碰到了叶林。他没问我为什么不去给母亲缴费，只是微微叹息，问了一句：你要去念书吗？我愣了下，问系统：我应该去念书吗？随你，系统答。我看着叶林，点点头。他带我去了国外。叶林在国外也有产业，所以便也没怎么回国了。国外的饭菜不好吃，我就学着做饭，做给叶林吃。我们一起过了4个万圣节、圣诞节、春节。4年后，我修满课程，和他回国，还当秘书。他问我，我问系统，我还当秘书不？系统无语，你能完成任务就行了，这种事不用问我。我果断选择不当。于是回国后，我有了个新的身份，叶林的女朋友。叶林真的有把我当成花朵精心照料，知道我喜欢钱后，毫不吝啬地给我大额银行卡、房、车、奢侈品，还有情绪价值，一样不少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把我抱在怀里，问：圆圆，还好我有钱，可以养得活你。那一天就是系统通知我的叶林破产的前一天。我亲了亲叶林，没有说话。
没有说什么你就算没钱了我也还喜欢你这种话，只是安静地窝在他怀里，和他十指相扣。番外2，沈从规。当我还是叶灵的女朋友，第一眼看到沈从规时，就暗暗下了结论：严谨认真的成熟男人。叶灵揽着我的肩膀，向沈从规介绍：“这是池源，我女朋友。”我笑眯眯朝着沈从规挥手，沈从规表情平淡的领手。系统出现，提前让你做个心理准备，这是你下个目标。我表情有一瞬间的皲裂。叶灵低头：“怎么啦？”我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来：“有点不舒服。”叶灵略带歉意地对沈从规点了下头：“先失陪，我带我女朋友去休息一会。”沈从规：“无碍。”第二次见到沈从规，已经是我和叶灵分手后了。叶灵对我非常大方，所以虽然他破产了，但我还有很多钱，日子过得很滋润。所以我懒得再用装灵师的小狗这个办法了，更何况我用了沈从规也不会相信。于是我正大光明地聊他不为所动，甚至有些厌恶我。正常，但是我不主动，欲擒故纵的话，沈从规估计都不知道我在欲擒故纵。我崩溃，这根本就是个 bug 呀！我只要和叶灵有关系，以沈从规的性格和素质，根本不会对我有一点意思。你快点想办法呀！系统沉默半晌，把他睡了。我也沉默了。虽然我不是个很正经的人，但是这也太随便了吧，还没感情基础呢。系统说的也是。于是我把沈从规迷晕了，然后我衣冠不整地跟他躺在床上度过了一夜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看见一向不抽烟的沈从规站在阳台，两指间夹着一支烟，烟都燃到底部了，他似是感觉不到灼痛一样。我赤着脚走过去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觉得我恶心。沈从规连起眉头，我接着道，但昨晚我是反抗了的。只一句话，他指尖的烟头落到地上，我会每个月准时给你打钱。他踩灭了烟头，淡声道。沈从规很高，我的视线往下一点就是他的胸口，或许是他早上醒来冲击力太大，浴袍胸口没有整理好，露出诱人的胸肌。我飘忽地转移了视线，声音也有些飘。行，其实只要有了这第一步，后面都不难了。沈从规因为他和叶灵的交情，不想和我有瓜葛，但我们如今既已有了瓜葛，沈从规也不会绝情地离开，他会想要负责，哪怕情感上负不了责，物质上也会负责。而我隔三差五地去沈从规公司给他送饭，他拒绝，我就语气渲然地抓住他袖口。难道你想让我带着饭离开？太丢人了。后来他面无表情地说，放下吧。我咬住下唇，你尝尝吧。我做了很久。沈从规手中签文件的笔一顿，又看上哪款包了。我只是想做给你吃。沈从规拿起我掌心捧着的筷子，从餐盒中夹了一块宫保鸡丁放入嘴中，他咀嚼几口，面色平静，满香气的味道。完蛋，忘记沈从规经常在那吃饭了。我干笑两声，那还挺巧。我又把杯子递给他，这是我亲手榨的果汁，你也尝尝。沈从规抿了一口，盖上杯子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他问。香蕉、柚子、百香果、菠萝蜜。我答。我跟在沈从规身边1周年时，我问他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在一起？沈从规那时对我的脸色已经有了些好转，他神情不变。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花，如果我说我真的喜欢上你了呢？我看着他的眼睛。沈从规没有开口。我上前一步，拽着他的衣角晃了晃，给我一个名分好不好？番外3，许云宙。许云宙这边的画风明显和前2个不一样，他主动来找的我。我在挑香水时，他慢悠悠地喊我名字，池源。系统3号目标。我讶异的扬眉，你认识我？许云宙自顾自地打量了我一圈，挺漂亮，怪不得能迷到他俩呢。他口中的他俩显而易见，许云宙对我有好奇，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暴毙，别告诉我你就是来骚扰我的。骚扰？许云宙语调微微上扬，他垂眸笑得顽劣。听说跟你谈恋爱能破产，真的假的？若说我跟叶灵分手，外界只骂我拜金势利负心女，那么自沈从规破产，我跟沈从规分手后，克男友的名号是彻底响了。我盯着许云宙的黑眸，一字一顿，真的。许云宙勾唇，侧头跟导购说，刚刚他试过的都包起来。我出口，等等。我指着摆放满最新款系列的那个柜台，那里的我也都要了。许云宙嗤笑一声，许云宙在追我。有了这个人之后，我感到十分新奇。叶灵和沈从规都是我放低姿态，百般引诱，而这第3个任务目标竟然自己送上了门来。我巴不得能立刻完成任务，但这毕竟只是我内心所想。面对许云宙的猛烈攻势，我佯装不解。你明知和我在一起会破产，为什么还要追我？许云宙单手插着口袋，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话一样哼笑。我倒想看看许家什么时候能破产。过了段时间，我同意了他的追求。许云宙确实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他带我赛车，教我调酒，还带我去南极和大沙漠，花样也更多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而且他占有欲很强，恣意又任性。我但凡多跟异性说一个字，他就要阴阳怪气下，然后给那个人难堪，最后来惩罚我。再到后来，许云宙几乎忘记一开始勾搭我的原因，偶尔想起来，他只是懒散地捏捏我的脸，摇摇我的脖子。我怎么还没破产啊？我也反过来咬他，嘴里含糊不清道，急什么？万一快了呢？行，到时候我破产了，你肯定一脚把我踢了，我要提前报仇。许云宙掐住我的腰，手乱动着威胁道，我不仅一脚踢了你，还要狠狠羞辱你。我被许云宙堵住嘴。番外4，大结局。我在国外待了1年，因为实在吃不惯饭菜，决定回国。回国后，我先去了我妈的墓地，给她送了一束花，然后给周巡打了个电话。根据我刷新闻刷到的，他已经成功渡劫，周氏集团的掌权人已经是他自己了，而他爸妈据说已经在精神病院了。周巡很快地接了电话，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找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国内？周巡停了停，刚准备开口，我便打断他，监视我是吧？不用说了，我懂。不是。周巡悠悠叹气，是许云宙监视你，恰巧我在监视他。那许云宙现在也知道我回国了？
我刚在思索，就听见了跑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，直到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在我身后停下，周巡不可能这么快到，那只有……我转过身，露出笑脸。好久不见。许云宙从跑车上下来，大力地把我揉进他怀中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去找你了。他咬牙切齿。许云宙温热的气息扑撒到我耳畔，痒痒的，我忍不住激起一片鸡皮疙瘩。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许云宙动了动唇，嗓音低哑。你是不是因为徐月还在吃醋？那是谁？当时在宴会上，他喊我叙旧，我跟他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然后就回来找你了。哦，原来是他的白月光啊！活久见，许大少爷还会主动解释了。都过去了。我讪讪，那复合。许云宙道。我撇嘴，你不是要弄死我吗？在其他地方弄死也。我立即捂住他的嘴。就在这时，第二道跑车的轰鸣声靠近，我默默地缩回手，捂住自己耳朵。等车停稳，周巡从车上下来，他从容不迫地把我拉到他身边，低头问：想起来了？许云宙不爽。你有病吧，周巡？周巡回怼。我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是哪根葱呢。等等，我放大声音，我还没吃饭，我好饿。说完，我意识到我又面临着一个难题，我应该上谁的车？3秒后，我果断地掏出手机，滴滴叫车。一顿饭吃得我筋疲力尽，压根不用吃，听许云宙和周巡斗嘴就斗饱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俩这么能说？吃完饭，我说 OK， 我继续打滴滴回家。然后2辆跑车跟着滴滴一路送到我家门口，司机频频从后视镜传来欲言又止的目光，我不由尴尬地低下头，太丢人了。我以为我到家终于能歇息一会儿了，结果在家门口又看见2个人，我已无力挣扎，指纹解锁了家门。进去说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客厅满墙的包和鞋子，其中我身边这俩人送的占了大半。叶琳来找我，我倒是能猜到，但是没想到沈从圭也会来。沈从圭语气平静地递给我一张卡，我来还你当初给我的20万。哦，那是许云宙的钱，但我依旧理直气壮地接过卡，低头一看，这是沈从圭从前一直给我的卡，只是后来我提分手后把这卡还给了他。那这么看来，这卡里绝对不止20万，可能是20万的几十几百倍。现在这卡我拿得有些烫手了。叶琳看了沈从圭一眼，笑得颇凉。还完钱可以走了吧？沈从圭不说话，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手机信息提示音一直在响，我划开一看，周巡，我给你买了点夜宵，送上来给你。许云宙，我怕你晚上不安全，我来陪你吧。周巡怎么也调转方向了？我瘫软在沙发上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要不再让他们破产一次吧？全文完。